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期视频跟大家聊的是最近非常热的一款手机 P10 and P10 Plus。这两款手机呢，在这个第一次发布的时候，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呢就不便宜。作为 P10 系列的手机来说，再一次刷新了当时 P9 的价格啊。不过华为之前有一个国内价格良心的这么一个传统啊，大家以为国内可能是3488起售啊，贵点啊，顶多也就是加个300-500就到头了。但是这一次最低配的版本3788元，最高配的版本达到了5588元。确实，它已经成为了华为双旗舰策略中上半年的一个旗舰啊。毕竟去年的时候 P9 的定位并没有这么高啊。这一次发布呢，无论是从它前期的宣传到定位到模特乃至发布会啊，乃至最终的售价，都是满满的我就是要时尚，就是要高端。而且这次产品发布之后呢，争议也颇多。一开始我是认为它可能售价太贵了，超出人们的预想啊，大家对它纠结的点啊、挖的点啊就比较多。但是它的实际体验究竟怎么样呢？这个超出大家心理预期的定价，放在这款手机上还值不值得买？有什么问题？这期视频咱们就好好聊聊 P10 和 P10 Plus。OK， 那咱们就废话少说，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首先，这次 P10 在外包装上就给人非常新颖的感觉，有一点开膛破肚的这个意思。从中间呢打开，而且这个盒子呢是带磁性的啊，做的呢也比较有新意啊，可能也是贵的原因之一啊。在配件方面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跟 P9 呢是一样啊。保护壳质量呢要比 P9 好一些，之前那个 P9 的是比较松动的。这装上壳之后呢，它是稍微高于正面屏幕的，这个 2.5D 玻璃的手感你就体验不到了。除了正常的机身外部的保护膜之外，原厂呢已经给你贴好了一个塑料膜，但是感觉非常廉价啊，这个膜，而且呢使用手感呢也不好啊，这个边角处呢非常容易沾灰啊。虽然呢贴的是比较好，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它换成钢化膜。还有就是它也非常不耐磨，我仅仅使用了1天呢，上面这个划痕呢都已经非常多了。撕掉这个膜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次争议颇大的，也是第一个大家的争论点，就是这次 P10 和 P10 Plus 呢都没有疏油层的这件事情。刚刚一发布手机啊，这件事情都在网上炒得非常火热。截止我做完视频这段时间呢，官方呢并没有给爵士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在实际的最终用户体验上呢，这一点无论你怎么解释，无论官方最后给出什么原因，你的体验上就是比较差的。它划过屏幕的时候，就是感觉涩涩的，而且呢，上面有什么指纹啊，或者是油污的时候啊，比较难去除。截止我发视频，网上传的比较有可信度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 Under Glass 的方案呢，如果要是加上了疏油层之后，会出现导电层，导致这个触摸屏的灵敏度下降，或者是乃至失灵。P10 上的这个 Under Glass 的方案和小米 5S 那个超声波的方案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和 ZOOK Edge 那个比较相似，但是呢 ZOOK Edge 又是纯屏的，所以说截止我发视频也没有什么好的解释。不过你知道它的体验比较差就可以了。如果你比较纠结这个原因呢，你可以这样想，疏油层是不是决定你购买这台机器的原因？加上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会购买呢？或者说你是不是一个终身贴膜党呢？如果要是终身贴膜党又比较喜欢这台机器的话呢，其实影响并不大。就像加上了壳之后 2.5D 的弧度做得再好，你加上了一个壳，你还是什么都体验不到。疏油层呢，随着时间的使用呢，会被慢慢消磨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忠实的裸奔党，我还是建议你思量一下。卡槽方面是非常传统的雨后卡槽，是金属一体的，质感呢做得挺不错。指纹识别方面，这一次首先依旧是比较快，虽然是换成了 Under Glass 的方案，来自汇顶的技术，手感上呢与小米 5S 那款非常相似，但是速度上比它快多了，没有任何的拖沓，直接一按直接就解锁。其实早在上一代 P9 呢，华为就对这款手机在颜色上呢做出来了很多花样。今年 iPhone 带领一波风潮，这个大红色 P9 呢其实就有，蓝色版本呢 P9 也有。
这次的钻雕蓝版本的最终呈现色，相对于 V9 来说，我个人感觉是要高级一些，有一点天空蓝的那个意思。V9 的这个蓝色呢，相比之下就有一点太过艳了。后面呢，它是有一个钻雕的工艺，这个工艺吧，很多小伙伴说有点像这个指甲刀锉是吧？感觉可以磨指甲用。但是我实际上手来说呢，感觉它还是不错的。首先这个后背呢，这个摩擦力非常强，拿在手里呢不会让你觉得这手机非常滑，非常容易掉。但是这个钻雕工艺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一旦沾上什么污渍的话，或者说一些颗粒状的东西啊，比较细小的是比较难去除的，因为它这个钻雕工艺本来就是沟沟壑壑的。不过划过边缘这个过渡还是比较自然的，并且全系呢有一个小设计点在它的电源按键上呢有一个红色的小装饰环，这个全系都是有的，这个挺骚气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漂亮的。正面上呢，它并没有采用2017年大行其道的高屏占比，或者你也可以说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双摄像头的造型和设计还是那个意思。不过机身呢还是比较轻薄的，不到7毫米。Plus 的版本呢，我购买的是黑色版。说实话，我刚一拿到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线下体验，我几乎分辨不出来它与 iPhone 7的差别。如果你把 iPhone 7和它一起装到口袋里盲摸的话，我估计10有8九会摸错，因为它和 iPhone 7呢在外观的材质质感上呢用的是同一技术，所以说是非常的相像。P10和 P10 Plus 呢，其实它们的结构呢应该有比较大的区别，我没做拆解啊。但是 P10呢是有2颗螺丝的在底部，但 P10 Plus 呢是外部呢1颗螺丝都没有，非常的整体。而且顶部呢 P10 Plus 也多了一个红外的发射孔。两款手机无论是手感还是观感上呢都不错，但是它毕竟不是2-3千块钱的手机了，而是4-5千的旗舰级别手机。放在2017年这个时间点上，说实话，它的外观 ID 设计其实是有一些落后的，或者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无论是 S8 还是那一款非常爆炸没有发布的 iPhone X， 或者说乃至国产的旗舰，在2017年来说，高屏占比似乎是避不开的一个关键词。但是我们在华为的这一款上半年旗舰中，似乎并没有看到2017年该有的一些设计风格。OK，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性能。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准备给它俩测一下性能方面，因为我觉得和这个 Mate 9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麒麟960嘛。但是继上次的荣耀 V9 事件之后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首先呢，依旧是 3D Mark 的测试。从测试结果来看呢 ，P10 Plus 呢是稍稍的要高于 P10 那么一丢丢。但是照1+3T 的821呢，还是有差距的。在 GPU 方面，咱们看一下 FPS 和温度的2个曲线，麒麟960在温控上呢，还是照骁龙的处理器呢差一点意思的。查看一下各个单元的数据呢，感觉也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甚至有一些单项呢要比821呢还要好一些。咱们理论结合实践，一起来看一下游戏方面啊。既然是旗舰级的处理器，那就不能用王者荣耀这类的游戏。咱们起步呢就用极品飞车和巨豹这2个游戏呢，体验下来 P10 和 P10 Plus 呢都没有什么问题，除了感觉温度上呢有一点热之外。大型游戏方面，这次我选择的是崩坏3，为什么没有用 NBA 2K17 呢？因为我下载了好几个版本到这2台手机上都是闪退，最后我实在是没办法这不是说它俩手机有问题可能是我版本寻找的问题。不过4-5个都是闪退，我最后实在没招了。崩坏3在正式的游戏过程中呢 ，P10 Plus 大概可以稳定在37帧到38帧左右，但是没有上40帧。照 Mate 9上960的性能呢是明显做了限制，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为了给它的 2K 屏或者说整个这个手机呢提供更好的续航体验而做出的一些选择吧。在温度方面呢是有一点诧异因为毕竟它已经做了限制了，但是最高温度竟然达到了44度。大家可以看一下热成像的录像结果，几乎都是在42度以上，没有掉下来过42度。这个应该是继火龙810之后我体验过的最高的温度的一台手机了确实很诧异P10 Plus 之后呢，我又马不停蹄的测试了 P10，结果它的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做限制，和 Mate 9上的体验呢是一模一样的。
在崩坏3的正式游戏流程中呢，是几乎可以稳定在50帧左右啊。这要说明一下 P10 和 P10 Plus 上的崩坏3呢，我都是开启了这个高帧率模式的。不过 P10 的温度呢也没有低到哪儿去啊，最高呢也到了43度啊。最后测试完，包括过场动画，包括等待，包括最后结束，整体帧率上 P10 呢是达到了48帧，还是不错的啊。但是 P10 Plus 只有31帧。这个实在是难以让人接受，因为和 Plus 的定位完全相悖，都 Plus 了，对性能上呢还是做了限制。难道买 Plus 的爵士们都不需要更流畅的体验游戏了吗？相对于麒麟960上的 G71 GPU 呢，821上的 Adreno 530呢，则明显要好一些啊。在刚才的跑分上呢，大家已经看到了，最高温度呢1+3T 是达到了41.5度，没有到达42度。在游戏过程中呢，也能维持在50帧左右的帧率，还是非常流畅的。后面呢，我进行了 Geekbench 4的跑分测试 ，CPU 方面呢，果然啊，这个 P10 Plus 的这个960呢，要比 P10 上面呢要少一些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大核方面呢做了一些限制啊。不过960在 CPU 方面的整体得分呢，这个咱们早就知道了是吧？是要比这个821要多一些的。但是在 GPU 方面呢，找821有一些差距。虽然 P10 Plus 呢是做了一些限制，但是在日常的使用中呢，并没有关核的情况，只是在频率上呢做了一些限制啊。实际体验中呢，无论是刷微博啊，或者是刷淘宝啊，一些日常使用中呢，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区别，只有在打开应用上可能慢那么0.0几秒吧，就是几乎感觉不到的一个状态。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不玩大型游戏的话，在日常的使用中呢，你是几乎体验不出来这两款手机呢在性能上有什么太大差别的，无论是打开速度啊，还是这个刷微博啊，或者是使用的流畅度上面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开启大型游戏，这个差别还是挺明显的。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没有赞双，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但是却干货满满。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小白我每天跟你语音聊天，新鲜的科技圈资讯，精彩的幕后花絮，这些都是少不了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小白测评”，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现的二维码，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每天我在那等你，期待加入。相机呢，无疑是 P 系列的主打。这次 P10的主 slogan 呢，也是人像摄影大师，可见它的定位啊。这次在双摄像头上呢，依旧和 Mate 9一样，采用了2代的徕卡镜头，但是在具体镜头型号上呢，有了一个提升。第一组样张呢，其实并不是我专门去拍样张的时候拍的，而是我刚拿的手机随手拍的。说实话啊，对我的这个震撼还是有一点大啊。P10、P10 Plus、iPhone 7 Plus 拍摄的同一碗面，都是在默认的模式下，没有经过任何的设置。你会选择哪一款发朋友圈呢？包括后边的这个面包和这一杯饮料。在正式的横向对比之前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同门内战 P10与 P10 Plus 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总体上，他们俩样张的调教结果呢，风格非常统一，饱和度呢是比较高的。如果要是硬说区别的话，这段体验中，我觉得 P10 Plus 要比 P10 的曝光度稍微高那么一丢丢。OK， 咱们进入横向对比，对比对象是 iPhone 7 Plus 和国产拍照好手1+3T。第一组样张中呢 ，P10 是开了大光圈模式的，照片前方呢，大家可以注意到是有一定虚化的，而且整体效果呢，我觉得还行。而在这一组中呢 ，P10 与 P10 Plus 确实是比较跳 ，iPhone 7 Plus 和1+3T 呢是老老实实的还原真实啊，这个就看你怎么取舍吧。我只能说他们两个比较跳。第二组样张中呢，前两者依旧是比较跳，但是这个就有点过了，这也是我在这段的实验中发现的问题。P10与 P10 Plus 的普遍曝光度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在光线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过曝的。但是在光线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呢，这两组的样张呢又是偏暗，但是饱和度呢丝毫不减啊。近景微距这一张呢 ，P10 是开了鲜艳模式的，这也是很多小伙伴买了 P9、P10 之后呢第一件要干的事儿。但是我觉得，非常容易使照片变得艳俗，这颜色就是有点过艳了。P10 Plus 呢则是默认模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吧。另外两张呢依旧是老老实实的还原真实啊。要说什么特点呢，根本是没什么特点啊，但是素质呢还是不错的。只
指示牌这一张呢是在逆光条件下拍摄的 ，P10和 iPhone 7 Plus 这两张呢则是非常明显就是逆光，整个照片呢非常灰蒙蒙的，也比较暗。但是 P10 Plus 和1+3T 呢在逆光的表现中呢确实非常不错，大面积的红色和绿色的树叶，这一张上P10与 P10 Plus 的曝光有一点过度的情况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尤其是 P10 Plus，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边的红色树叶都有很多都泛白了。iPhone 7 Plus 和1+3T 呢则是比较正常，但是1+3T 这一张呢白平衡呢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准啊，整体照片呢偏黄，有一点严重。白天总体体验下来呢 ，P10与 P10 Plus 肯定是第一梯队的相机，但是呢，它的后期加工效果呢就是那么明显。对于大部分的极客来说，你肯定觉得我还是选择还原真实，但是更多的消费者可能觉得，我操，不用后期了，不用美图秀秀了，我直接可以发朋友圈了，是不是更爽呢？这个就是选择吧。OK， 下面呢就有一点点高能预警了，由于我并没有模特嘛，所以说只能自拍了，大家稍微忍耐一下。P10这一张呢并没有开启人像模式，与 P10 Plus 的开启模式呢大家可以做一下对比当然是开了5级美颜把我这张老脸这个美化的我觉得还算可以了这次前置镜头呢也是加入了徕卡调教总体效果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虽然呢在头发的边缘或者说肩膀的地方呢还是有一些翻车，不过总体的视觉效果还有虚化效果呢还是可以的，因为在一些非常细节的地方就算是苹果后置的这个人像模式呢也不是完全的可以做到完美。 iPhone 7 Plus 这张就不用说了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1+3T 呢和没有开启人像模式的 P10 呢有一战。在夜景当中呢 P10 Plus 呢算是表现不错的它虽然延续了在白天曝光度比较高的这个特性，但是在夜景拍摄中呢控制的还算不错，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过曝的情况。这个是我在拿到机器升级系统之后达到的效果没升级之前呢确实会出现像 V9 那样合成过曝的情况，但是升级之后呢这一点P10与 P10 Plus 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如家酒店的这一张呢，国产的3台机器都不如 iPhone 7 Plus 在灯箱颜色的还原上准确。iPhone 7 Plus 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红色。另外3台呢全部是模糊成了黄色，尤其是1+3T 整体的样张呢，整个套上了一个黄色的滤镜。总体相机体验下来呢，经历了各种场景，无论是白天夜景，或者是微距，或者是开启各种模式。我个人感觉呢 P10 Plus 的相机呢是稍微好于 P10 那么一点的，如果你是冲着相机购买比较较真的话，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在这儿我再强调一遍清理镜头外部镜片的作用。如果你在拍照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夜景拍摄中发现眩光特别严重，或者说有什么各种灵异的情况我建议你好好擦拭一下你的镜头外部的镜片。这张是我用 iPhone 7 Plus 直接从口兜掏出来拍摄的照片，没有清理镜头。这张是我清理过的，差别大不大呢？如何快速清理呢？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清理这2个字，我告诉你怎么清理。由于这一次相机方面的样张比较多，对比比较复杂所以说我就不在视频中一一跟大家详解了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 P10 样张，已经帮你分好类，你可以仔细查看更多的实拍图，或者说获取这些实拍样张了。 P10 样张直接回复。相机聊完了咱们来看一下安兔兔的综合跑分测试。在这个方面呢 1+3T 呢是出现了最高温度 42.8 度，但是呢也没有到43度。最后的跑分结果来看呢 P10 呢依旧是要比 P10 Plus 呢稍微好一些的。在屏幕方面，这次的 P10 Plus 呢是采用了 2K 的屏幕开启省电模式的情况下呢会用 1080p 显示，但是它的硬件呢还是 2K 的，所以说省电呢并不会省特别明显的效果从之前的演示呢，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这台呢 P10 默认情况下呢是有一点点偏冷的，而 P10 Plus 呢是相对正常，或者说有一点点偏暖的这个情况吧。不过 Emotion UI 上面这个色温调节的功能呢，是目前在各种系统中呢比较全面的一个，它直接给了你一个色环，可以进行各种颜色倾向的选择，或者说偏冷也好，偏暖也好，或者说标准也好。Plus 呢毕竟是 2K 的屏幕，在亮度上通透性上找 P10 的这个 1080p 版本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意思的。如果你不把2台机器像我一样放在一起详细比较呢，其实也是看不太出来的。影响相对较大，或者说值得你纠结的呢，无非就是2K 屏幕在亮度方面呢，找1080p 的这个版本确实要低那么一点。
这次在充电方面呢，原本我是非常放心的，但是实际体验下来大跌眼镜啊，确实让我没有想到，原本是搭载了华为的超级快充，22.5瓦的额定功率，照说3200毫安时的电池应该是非常快就充满了，但是实际体验下来呢，它只有15瓦到17瓦之间徘徊，这个速度确实是跟22.5瓦这个额定功率差得比较远啊。0到100的充电时间呢 ，P10 这个3200毫安时的电池需要2个多小时，122分钟充满啊。总而言之呢，每次我充的时候都会超过2个小时。P10 Plus 呢，3700多毫安时的电池也是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充满啊。这个速度在现在来说确实是比较慢的了。在续航方面呢，这2台机器跟其他的产品呢，可以总而言之的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一天基本上你上午出去的话呢，下午或者是稍微晚点回来呢，就已经没电了。1小时高清视频在线播放 ，P10 Plus 是消耗了13%的电量华为 P10 呢更是消耗了15%的电量。1小时的大型游戏崩坏3 ，P10 Plus 是消耗了32%的电量 ，P10 则是消耗了29%的电量。总而言之，它们的续航呢就是中规中矩，不是短板，但是也绝对算不上优势。这一部分最不爽的呢还是充电瓦数比较低，不知道后期的系统更新呢会不会改进这个问题。在信号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华为毕竟是做通信起家的单纯的看 WiFi 信号图呢就可以知道了，明显要比1+3T 呢高上一个档。同网络测试网速呢，P10与 P10 Plus 呢都要比1+3T 要快一些平时大家在使用过程中信号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华为的是比较好的。全部体验完成，咱们总结一小句，就是看着非常不错，看着非常高大上，实际使用起来呢也挺不错，但是有一些细节问题确实让人有点抓狂，比如说不够瓦数的快充导致充电非常慢P10 Plus 性能上的限制，或者说P10和 P10 Plus 都存在的发热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要是发生在2-3千元的旗舰上，咱们的纠结点可能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毕竟这次它已经是4-5千的旗舰了。最后呢，我还是忍不住吐槽一下它的锁屏壁纸，这个之前我也发过一条微博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我老是频繁的打开屏幕或者关闭屏幕当然这个锁屏壁纸呢是可以关闭的，我只是说这些默认的真的实在是有点丑特别像7-8年前那些挂历画。你从发布到模特到宣传，然后到售价都是满满的时尚高端，就不能在这个细节上给爵士一点高端的定位吗？完全就是挂历画嘛！这几天的使用中呢，这2台手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口兜。详细的体验下来呢，咱们还是回到视频开始咱们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超出大家心理预期的售价放在这2款手机上，到底值不值得？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实际体验来说，我觉得它的价格确实高了那么一点。但是话又说回来，一款产品的定价呢，并不是完全取决于它真实值多少钱的。难道亮黑版的 iPhone 7 Plus 就值那么多钱吗？或者说 SKH 值就应该卖那么多吗？当然不是，它可能有与消费者心理的博弈，或者说产品的定位，或者说老子就想他妈多赚点钱，很多复杂的原因。不过这一次不管怎么讲吧，从产品上来说，我觉得 P10 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它让 P 系列成功的站上了4000元乃至5000元的档位，而且基本上在这个档位站稳了。4000元档位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还有什么对手可以与它竞争呢？好像真的并没有，对吧？咱们再回到这2款机器上来说，虽然 P10 Plus 在拍照方面确实要比 P10 呢稍微强一点，或者说乃至在国产机中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角色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P10首先就是刚性的硬性的，在这个性能的调教上，这个960的 P10 Plus 呢，它可能是为了 2K 屏或者说一些续航上的考虑呢做了一些限制，性能上呢我觉得不够极致。你说这机器可是5000块钱从黄牛那买的，还加了钱，但是你在性能上还做了限制，我心理上都不爽。我可能不玩游戏，但是这个心理坎可能过不去。不过不管怎么说，如果单纯的让我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的话，这次 P 系列的价格我个人觉得还是偏贵的。产品的利弊优缺点在视频中已经非常详细的跟你说了，如果你还下不了决定，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点品牌溢价你认不认同的问题了。
OK， 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咱们这个活动呢还是老规矩，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随便艾特你的2个好友，我将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送一个魅族的背包，华为的视频送魅族的背包，好怪啊！但是华为确实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周边产品啊，这个我去他网站上看了一下。OK。视频就到这儿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还有就是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啊，了解视频的最新动态，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呢？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OK， 不过玩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记得去转发微博，拜拜。现在呢，我是去华为的线下店看看有没有华为就是P10的 Plus， 因为那个 P10这个钻雕蓝版本嘛，这个已经买了，但是我感觉这个要是做体验的话，或者是做视频的话，不是那么特别过瘾。所以说看看线下有没有这个 Plus， 然后卖2台机器。我去的这家华为的专卖店呢，是跟小米在武汉的这个小米之家是开对门了，哎不对，挨着吧，好像是挨着的。那个一排有一家联想的专卖店，然后这个小米的这个员工就是总是嘲笑华为那个店里面没人，因为小米那个店平时它的这个人气还是挺高的。你们不是专门店吗？为什么还是一家呀？我现在刚刚从华为我后面的那家专卖店出来。这家店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绝对应该就是华为的直营店。刚才我碰到了一件超级奇葩的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我问他，我说那个 P10P 有没有现货？然后一个店员跟我说现在没有。然后后来我就想把玩那个手机嘛，然后后来又过来一个店员说，你是要这个黑色的吗？大的吗？就是 Plus 的意思。然后我说是的。然后他说我们有货，但是要1加600，就是加价600。我在来之前问了一下黄牛，是加价300，武汉的。你想象一下，就是 Apple Store 加价600块钱卖 iPhone， 小米之家加价600块钱卖小米。当然它这个华为可能有那个代理商啊，可能中间有一些差别。只能摊手。直营店华为的直营店现在都这么玩了吗？太猛了，真的太狠了。好吧，失败告终，没有买到 P10P， 看后面有没有别的机会，或者从黄牛啊，或者怎么样能买到吧。最后呢，我还是要妥协黄牛了，因为实在是没办法。现在呢，我就坐地铁。哎呀，这个也怪自己失策，当时订的时候没有订这个 Plus。其实订 Plus 的话，当时钱也不够。我最后跟那边谈定的价格是4600 ，P10P 标准版6加64，希望到那儿不要给我出什么花花招，又让我加钱什么的。这个4楼写的是品牌售后，但其实都是卖手机的地方。这个是干什么？那个 P10P 黑色6加64。谁说了没有的？4600是吧？我跟你们那个叫什么刚的那个，微信上说的。你他妈拿着了吗？这不是，这是 P10，你要的 P10P。不是，我刚来的时候还说有货呢。没有了。好，那个是不是没有吗 ？P10P 没有，他要的那个吗？不是，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说有啊。现在只有128G 的呀。不是，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有啊。最后没办法，还是妥协黄牛了。P10 Plus。我跟黄牛谈的时候，他说有这个4加64的，不6加64的那个标准版本，因为我要大内存也没有什么用嘛。但是到那儿之后，结果还是被黄牛套路了，又说没有。我
我也不想在黄牛这儿买，但是没有办法，对吧？你起码比专卖店加价少吧？专卖店给他加600啊！我操！不管他那个是直营店也好，还是什么所谓的什么授权店都无所谓，但是加价实在太多了，我实在不能接受。市场行为真的是市场行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再说一遍，不要在黄包牛肉购买东西，尽量不要，尽量不要。OK， 我的车来了，我要上车了。